港股的50汽车这支票有没有中长期的一个见底的一个迹象？如果有，后期整体选择上车的机会和点位大致位于哪里？如果有，向上反弹的空间有多大？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通过波浪理论和形态学来梳理一下啊。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银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50汽车。上一周咱们一个粉丝约稿，这只股票它整体的一个结构，上市的时间挺长的啊，截止到现在已经是22年，在这22年里面走出了2波比较大的单边上涨走势。那么这里我们重点先要考虑一下这2个位置，后期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2处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一次从 4.43 跌到这个低点是 0.29， 它的一个下跌结构，1 2 3 4 5 6 7 8 9。从目前整体的下跌结构来看回落是走出了9波形态。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从这一阶段的下跌，它是一个延长浪的一个特征延长浪特征。那这一波延长浪应该是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画一下黄金分割。结束的原因是从 0.29 反弹到这个高点是 0.86， 从反弹的幅度以及反弹的时间跨度来说都超越了之前下跌当中的每一次一个反弹。所以目前来看，这一次反弹的幅度和结构包括时间跨度它是最大的。因此中长期来看，这只股票应该是已经见底应该是已经见底。那接下来就要等待这个市场主流资金的关注，看能否启动下一轮的一个上涨反弹走势。比如说 0.236 0.38 这2个位置，这可能是后期它上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分别位于 1.26 和 1.86。那当前这个走势，我们还是把它先当做一个反弹浪来看待反弹浪来看待。既然是反弹浪来看待，那从前期的走势来看，大概率这一处我们先把它 0.29 到 0.86 看作是一个 A， 近期的回撤我们认为它是一个 B， 后期可能会有一个整体向上的一个 C 浪这样一个上涨的一个机会。至于涨完之后这个 C 浪，我们再判断它能否会合并为更大级别的一个 A 浪，3波的一个 A 浪。现在我们先着眼于当下。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月线当中我们画出了2个上一次上涨的一个区间。那接下来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上一次之前2次的区间，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对的底部都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然后反复震荡的一个走势，包括第2次拉出了一个旗杆，然后又通过3个月的回撤来消化上方的一个卖盘，最后选择了往上突破。那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底部形态它不是特别明显，主要是因为24年10月份这一根 K 线它走出了冲高回落的一个形态。这个冲高回落的 K 线不如之前2次区间内部的第一根阳 K 线的力度那么强，所以造成了近期中短期它处于相对的底部，震荡的时间会非常长。那后期想要确认这波行情正式开始，那么必须向上突破25年3月份的高点，也就是 0.62 这个位置。只有突破这里，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才能完全打开，否则还是一个底部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主力的或者主流的资金什么时候会关注到这一只股票什么时候选择作为一个爆发点，我们只能说是通过关键的节点多空节点 0.62 来决定市场的主流资金它是否已经流入，
它是否准备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反弹上行走势。好，刚才说了那么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短期的这样一个回撤的一个边。首先我们还是画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此次的调整它是盘中是已经跌破了 0.764 的位置，但是好在下方形成了一个相对的这样一个区间底部，同时我们参考一下趋势线的这样一个支撑。那通过目前的走势我们说这里是一个 B， 那就看近期有没有可能向下再回撤一些。下方的支撑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0.764 0.42 和这个区间底部是 0.38， 最后一道关键的支撑是在 0.36 0.35， 这是下方的3道关键支撑位，尤其是最后一道 0.35， 这里是短期支撑的一个多空分水岭。如果跌破这里，可能从周线上和月线上来看，它整体的形态就会发生一个变化。那也就是说，前期的这波黑色段的下跌，它会合并为更大级别的一个 A 浪此处走出了一个弱势反弹的一个 B 浪，后期下跌还有一个 C 浪会创出新低。所以通过上述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只要下方 0.35 这个位置不被跌破，那么中短期还是支撑此处会出现周线级别的一个所谓的 ABC 向上的一个反弹结构。那如果想要介入的话，那么我觉得近期就是重点先关注 0.42 这个位置。如果在这个位置附近出现了日线的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少量仓位先建立这个底仓那么止损可以统一放在 0.35 0.35。 那上方整体的这个反弹空间，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2个月线级别的大目标之外，那这里我们还是要借助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 50% 的位置，它是和刚才我们说的 0.62 上方这个多空节点产生了重叠，这里一旦突破，那么将会打开上涨的一个空间。那后期整体上涨的目标可能逐步会去考验这个上一次的反弹高点0.86 这样的位置。所以近期我们就等待价格再回撤一些，靠近这样的位置。第一，止损比较小；第二，相对靠近这个防守的掩体；第三，回落到这样的位置附近，整体向上看的盈亏比也会非常大和非常合适。好，本期视频咱们关于港股50汽车的结构分析，以及后期上方的反弹的大目标、短期的介入的位置，都通过这个视频的形式我们一一给大家说清楚了。那剩下的我们就等待这个市场的验证。好，本期视频到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